学了这么久的中文，甚至作为汉语母语者，你知道中国大陆的汉语拼音的历史并不长吗？在汉语拼音出现之前，人们又是如何学习汉字的呢？你了解台湾的注音符号和通用拼音吗？另外，你听说过威妥玛拼音和邮政式拼音吗？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通过探寻汉语拼音的起源及历史演变，一一揭开这些疑问。我们都知道，拼音字母用于标注汉字的发音。与英语字母数量相同，拼音字母也是26个，但构成和发音有所不同。拼音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发音，提高汉语口语能力，也有助于我们识别和记忆汉字。此外，拼音还是使用汉语输入法打字的基础。因此，掌握拼音字母是学习汉语的第一步。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汉语拼音是怎么来的呢？在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出台之前，人们又是如何学习汉字的呢？在中国古代没有拼音的情况下，人们用2个常见汉字来标注一个生字的读音，这种传统注音法称作反切。第一个字反切上字标注声母，第二个字反切下字标注韵母和声调。古人在教学生字时常用反切或直接拼读的方式来标注生字的读音，操作繁琐，不易读准。例如，东市都龙2字相切，再如申直接读作申。要注意的是，古代的发音与现代的不同，所以不能用普通话把当时的汉字用反切法标注读音。根据专家考证，从用字反切方法转向用西洋字母为汉字注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唐朝时期，佛经在大唐广泛传播，出现了用西洋字母标注发音的初步尝试。在宋、辽、元时期，蒙古族的八思巴文字被引入，用于记录蒙古语并给汉字注音。八思巴文字是一种基于藏文字母的拼音文字系统，是元朝忽必烈时期为统一元朝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而推广的官方文字。明朝时，在西方传教士的推动下，开始尝试使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注音方法。1579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内地并长期居住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比我们熟悉的利玛窦更早。当时，明朝政府除了允许朝贡使节和澳门葡萄牙商人短暂进入中国内地外，并不允许外国人长期居住。罗明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尊重和热爱，使他得以在中国内地长期居住，并开创了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的历史。他编写了第一部汉外词典《蒲汉词典》，其中包括了28个声母和53个韵母，后世称之为罗氏拼音。3年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广东。由于当时拉丁字母发音方法的兴起及其存在的一些发音缺陷，他根据广东人的发音，用拉丁字母编写了一套新的注音方案，并编写了汉语拼音书籍《西字奇迹》。与罗氏拼音相比，这一方案标注了声调，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利玛窦去世后，法国传教士金尼格编写了另一部拉丁字母汉语拼音书《希茹尔穆兹》，当时很多地图都用这种拼音标注汉字。这些拉丁字母注音方案虽然推动了汉语拼音的发展进程，但在当时主要应用于外国人学习汉字。汉语拼音对中国人产生直接的影响，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威妥玛爵士是19世纪的英国外交家与汉学家，曾在中国生活40余年。1869年至1882年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后来成为剑桥大学的首位汉学教授。他编写了第一本基于北京口语的汉语课本《语言字耳集》，以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创立了威氏拼音。在1958年中国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之前，威氏拼音被广泛用于人名、地名的注音，影响深远。直至清末，中国拼音文字运动的先驱者卢壮章在1892年编写了《一目了然出街》，这是中国人自己拟定的第一部拼音方案和第一本拼音课本。他被誉为拼音之父。在厦门鼓浪屿西南部有一座卢壮章的雕像，纪念他的贡献。
卢壮章在推广精英统一语言、推行白话口语、使用简体汉字、提倡新式标点和实行横排横写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在1951年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8年，中国大陆正式出台汉语拼音方案，标志着汉语拼音进入标准化和广泛应用的新时代。这一方案逐渐取代了微式拼音。事实上，汉语拼音的发明动机是文字改革。中国大陆官方曾计划通过拼音化改革文字，发明汉语拼音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打算推广简化汉字，最终用拼音代替汉字。虽然汉字拼音化的计划未能成功，但汉语拼音却得以推广并普及。1979年至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了国际组织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此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他提出了正词法的基本规则和内在矛盾，最终形成了中国大陆198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而在台湾，自20世纪初起，使用了一套称为注音符号的汉字标音系统。注音符号原名注音字母，简称注音，由章太炎的纽文和韵文编创。1912年由中华民国教育部制定，1918年正式发布，1930年改名为注音符号。现有的37个字母包括21个声母、3个介音和13个韵母。这些符号用于标示汉字的发音，是台湾小学国语教育的必修内容，也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直到1958年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才终止。通用拼音是台湾政府于2002年推行的汉字拼音系统，旨在统一汉字标音。它与汉语拼音有一些差异。台湾的拼音运动并未试图用拼音取代注音符号，其教育部明确表示国人不必学罗马拼音，注音符号作为国字注音工具。因此，罗马拼音仅用于人名和地名的译音。2002年颁布的中文译音使用原则规定，中文译音使用通用拼音，而国语教育则继续使用注音符号。至今，一些翻译中仍能看到汉语拼音发展的历史遗迹。例如，北京大学中北京的拼音为 Peking， 青岛啤酒的商标拼音为 Singdao， 香港则为 Hong Kong。这些拼写方式源于1906年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了统一和规范，依据翟里斯1892年编纂的华英字典当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及微翟方案进行了调整。为了适应电报的需求，会议决定不采用任何附加符号，这种拼音系统被称为邮政式拼音。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邮政式拼音继续使用，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拼写中国地名时最常用的系统。也就是说，邮政式拼音是在威妥玛拼音基础上进行修改的结果，但仅用于地名的拼写。汉语拼音推行之后，威妥玛拼音法在中国大陆基本不再使用，但在西方学术界仍较为流行。某些历史名人的英文拼写方式也采用了威妥玛拼音，例如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宋庆龄、宋美龄等。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有人在把这些人物的名字译回汉语时闹过笑话。同时，有些使用威妥玛拼音的专有名词已被吸纳为英文的外来语，例如功夫、太极、易经、清明节、宫保鸡丁等。现在，你对汉语拼音的起源及历史演变有所了解了吧？看似简单的26个字母，竟有着如此漫长复杂的历史脉络。通过比较，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知古见今，并将东西方的智慧融合在一起。保持开放和交流的态度，才能让我们的语言学习变得更加有趣且富有意义。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请记得帮我们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